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。在汉语表达中，纨绔子弟作为一个贬义词，常常用来形容有钱有势、吃喝玩乐、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。那么，纨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期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下这个词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。在中国古代，纺织业与农业一样重要，都是立国之本。我们在汉语中至今常用的一些词汇，比如男耕女织、丝丝入扣、错综复杂等等，都与纺织或者织布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而在古代社会，纺织品又有贵贱之分，不同的材质象征着特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。远古时期，华夏民族把上身穿的较衣，下身穿的较长，所谓长就是宽大的裙子。走起路来，两腿进风。战国时期，被认为是中国骑兵的始祖之一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，使得赵国得以强盛。他根据胡人的裤褶制作了裤、铜裤，即一种没有裤裆，只有两个宽大裤腿，用一根带子把两条裤脚管系在一起，绑在腰上穿的套裤。当时人们外面穿着长袍进行遮挡，裤作为贴身穿的内搭，甚至里面可能还会叠穿坤，类似于今天的内裤。裤的出现既起到了保暖的作用，又便于骑马和行军。尽管裤只是一种套裤款式，但并非人人都穿得起。而纨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纨指的是细绢，是一种细密丝滑、带有花纹的高级面料。当时的有钱人家会用这种叫做纨的细软的丝织品来做贴身穿的裤，而这种套在裙子里穿、面料舒适的华丽套裤就叫纨裤。据《礼记》记载，衣不帛襦裤。儒家认为不能用丝帛来制作襦及短衣和裤及套裤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贴身穿的内衣，用这么好的面料过于奢侈和浪费了。于是，穿着纨裤的那些富贵人家的孩子就被称作纨绔子弟。纨裤本来是泛指富贵人家的华美衣着，后来纨绔子弟用来专门指代那些出身富裕、有权有势、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的富二代，包括暴发户和太子党。比如清末的八旗子弟就是最典型的纨绔子弟，没了特权，又没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傍身，最后只能沦为靠碰瓷谋生的乞丐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